心中有些怒气的叶晨，当即对身边几人说道：“咱们回车里吧。”几人一头雾水，刚才叶晨还想着少点麻烦，直接步行前往，怎么忽然就要回车里了？倒是林婉儿最先想明白，她转身来到叶晨跟前，笑着问他：“公子是打算给他们一点教训吗？”叶晨点点头，道：“得让他们在全世界面前出点丑，让全世界知道这些伪君子的真面目。”林婉儿提醒他：“公子，很多人在拍视频，还有不少人在直播，说不定全世界都在关注，公子一定要谨慎些。”叶晨点点头，微笑道：“这是自然，所以我才说大家先回车里，这些人我自有办法惩治，包括海伦娜在内的4个女人。”对这些极端环保主义者的行为都有些愤怒和不耻，要是真能给他们一点教训，让他们在世人面前身败名裂，也算是替天行道了。于是大家立刻返回车里。此时海伦娜的手机上已经收到了北欧新闻软件的推送，首都最大机场的公路被堵，无数旅客被困，这件事的影响还是很严重的，所以媒体以及民众的关注度很高。海伦娜也意识到，环保抗议这种平日感觉司空见惯的事情，亲身经历之后才知道有多荒谬。北欧本就是全世界最注重环保、最注重清洁能源的国家之一，可没想到，依旧能被这些极端环保主义者站稳脚跟。关键是，民众竟然不敢直接反对，只敢跟他们讲道理。可是，真讲道理的人，遇到假讲道理的人，是怎么都不可能讲得赢的。就像刚才那位特斯拉车主，他已经是北欧精英阶层的代表性人物，选择电动汽车，衣着和谈吐都很绅士得体，跟对方据理力争的时候也是遵循事实，甚至用数据说话。可是，这种讲道理的绅士，遇到不讲道理的流氓，是根本不可能取胜的。别的不说，讲道理的绅士不好意思撒谎，单就这一点，他永远不可能赢过对方。他有些惭愧地对叶晨感叹：“不好意思，叶先生，这些年欧洲确实有点病态了，我会跟内阁成员好好聊一聊这方面的事情，尽快推动落地一项法律，不允许任何极端环保主义者以这种影响他人的方式进行示威抗议。”叶晨表情认真地说道：“欧洲的衰退，从这种荒诞的事情持续发生上就可见一斑，各种舍近求远的事情层出不穷，人民和国家太容易被这些所谓的环保主义者所绑架裹挟。据说德国30亿欧元投资的发电厂，只用了6年就被迫花3亿欧元拆除。你的国家千万不要步他们的后尘。”海伦娜无奈地说：“欧洲的政客们都不敢得罪这些群体，因为害怕失去选票，所以无论30亿欧元还是300亿欧元，他们都不在乎，因为就算浪费的也是全国纳税人的钱，出钱的是纳税人，想拆除的还是纳税人。政客们的态度其实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他们开心就好。”叶晨点点头，表情严肃地说：“政客们怎么想，我们左右不了，但今天这件事儿，必须要给他们一点教训。”海伦娜说：“我跟相关人员通个电话说一下吧，让他们尽快派遣警察过来把这些人驱离。”海伦娜毕竟是北欧的东道主，发生这种事情，她在叶晨面前也有些丢了颜面，要是再让叶晨出手解决，自己脸上就更挂不住了。但叶晨有他的考量，他说：“你应该能看出来，他们根本不害怕警察，甚至可以说是盼着警察来抓他们，因为这样更能凸显他们不畏强权、刚正不阿的特质。等他们从警察局出来的时候，他们就成了这个世界的英雄。我们不能给他们创造这样的机会。”说到这里，叶晨微微一顿，继续说：“我个人觉得，眼下最好的解决方案是让他们当众出丑，让他们从今往后都抬不起头来做人，让他们无论去哪里都会成为过街老鼠，人人喊打。”这倒也是。海伦娜轻轻点头，问他：“那叶先生有什么好办法？”叶晨道：“从内部分裂他们，让狗去咬狗。”言罢，
他悄悄渡出几许灵气，灵气没入刚才讨论姬小萌的两人体内，而伴随这几道灵气一起被传输给他们的，还有叶晨的一道心理暗示。这道心理暗示很简单，这个姬小萌越是跳脱，越是出位，他们心里就越难受，甚至不惜伤敌1000，自损800，也要把他拉下马来。随着这强大的心理暗示在两人意识中起效，知道姬小萌最多底细的那人，看着人群中振臂高呼的姬小萌，咬牙切齿地对身边的后辈说道：妈的，让这么一个谎话连篇的女人出风头，比杀了我还难受。对方也非常赞同的重重点头，大家都出来搞抗议，凭什么他这么受关注，不当众把他拆穿？我实在是咽不下这口气。你说的对，那人立刻冷声说道，说什么也不能让他站起来。此时的姬小萌并不知道自己的阵营中已经有人意图背刺自己，而他还沉浸在矗立于道德制高点，抨击他人的快感之中无法自拔。眼见那老太太低头啜泣不语，他还不依不饶，冷声道：我觉得人类发展至今最大的问题就是喜欢让他人或者其他物种来为自己的一己私欲买单。如果人类能减少不必要的出行，尤其是减少不必要的越洋飞行，很多鸟类都可以逃脱被飞机撞死的风险，很多动物和植物也能尽可能减少全球变暖所带来的影响。所以为什么不留在家里陪着自己的老伴儿，非要一个人跑出来，再着急忙慌地跑回去呢？老太太内心痛苦不已，哭着说：我一大把年纪了，也不想跑到这么远的地方来啊，只是孩子都要工作，没人帮他们照看孩子，所以我才一个人过来给他们帮忙。姬小萌冷哼一声说：那他们为什么不能从本地雇一个保姆？那样不仅不用污染环境，还能为本地解决一个就业岗位，你也能留在华夏照顾自己的老伴儿，岂不是一举三得？老太太哽咽道：他们在这里收入不高，还要还着房贷，实在负担不起一个全职保姆啊。姬小萌不屑地说：要是没有这个经济实力，那就好好努力工作赚钱，为什么要生孩子呢？生了孩子又没能力照顾，这是对孩子不负责任，对父母不负责任，对社会更不负责任。这种毫无责任心的人，对社会也不可能有什么贡献。留在福利待遇这么好的北欧，也只能成为北欧社会的蛀虫。老太太捂着胸口想说什么，但话到嘴边又只剩下哽咽，于是只能瘫坐在地上痛哭流涕。就在姬小萌洋洋得意的时候，身后忽然传来一声怒吼：姬小萌，老子实在看不下去，你他妈的未免太过分了。